美国学者托马斯·科里用5年时间做了一项研究，他调查了177位白手起家的富翁及128名穷人，对比了他们的生活轨迹。科里发现，一个人能否在生活中获得成功，就藏在这13个日常习惯里。他将这些习惯定义为富有的习惯。诚如管理学家史蒂芬·科维所说，你拥有的每一个成就都源于你的习惯。这13个富有的习惯，请你一定逼自己养成。1. 经常阅读。林语堂曾说，读书可开茅塞，除鄙见，得新知，增学问，广实践，养性灵。书读多了，自然能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生活的难题。名人传记能开阔你的眼界，历史典籍能督促你自我反省，杂志周刊让你与时俱进，生活百科为你提供实用方法。每天给自己半小时静下心来阅读，那些你翻阅过的书籍，浏览过的文字，都会充盈你的头脑，让你的精神世界更富足。2. 坚持锻炼。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曾发表过一项全球日常运动量的报告，称长期缺乏运动的人，组织器官技能会下降 30%， 各类疾病也会随之而来。相反，一个人每天步行30分钟，就能减少 12% 的患癌风险， 77% 的心血管疾病诱发率，有效抑制糖尿病和肥胖症状。运动与不运动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。你运动时流的每一滴汗都会强大你的身体，启迪你的智慧，成为你人生最硬的底牌。3. 结识其他成功人士。苹果乔布斯还是高中生时，就通过电话接触到了惠普 CEO 比尔休利特，并成功进入这家公司学习技术，为后来创立苹果奠定了基础。托马斯·克里说，与我们经常打交道的人有多成功，我们就同样有多成功。人与人之间的能量是流动的，与优秀的人来往，你才会变得优秀。4. 追求自己的目标。美国教育家戴尔·卡耐基做过一项调查，他发现生活中只有 3% 的人有明确目标，而另外 97% 的人要么目标不清晰，要么根本没目标。10年后他再次调查，发现那些 3% 有目标的人早已实现了人生蓝图，成就斐然。而那 97% 的人除了年龄的虚长，生活依旧没什么起色。一个人的目标状态往往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。想成为作家，就坚持每日写上200-300字的文章；想做美食博主，先去学习基础的剪辑知识；想当摄影师，就多带着相机出去采风拍照。找到自己的目标并付诸行动，你才不会在繁杂的世界中迷失自我。5. 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。看过一个有意思的实验，有人对上千个保险公司进行长达5年的研究后发现，心态好的销售人员卖出的保险单比心态消极的销售人员多 88%， 尽管他们的才华相差无几。财经作家布拉克说，当你期望最好的事物时，你便在创造一个思想的磁场，吸引你所寄求的一切。哀叹抱怨只会破坏周围的磁场，让事情变得更糟。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积极做事，主动克难。当你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，生活中的很多难题也会迎刃而解。6. 坚持早起。国学大师南怀瑾说，能控制早晨的人就能控制人生。李嘉诚在清晨5点59分闹铃响后起床，王健林一天的行程从5点开始，乔布斯每天4点起床锻炼，比尔盖茨凌晨3点开始忙碌。千万别小看一个早起的人，如果你每天比别人早起1小时，1年就能多出365个小时。这些时间你可以用来运动、阅读、工作、学习一门技能，久而久之，你的身体会更好，状态会更佳，整个人也会越发自信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，在天亮之前起床是个好习惯，这将有助于你的健康、财富和智慧。7. 有多种收入来源。2023年全球迎来裁员潮，谷歌母公司裁员 1.2 万人，微软裁减人员近1万，亚马逊裁员 1.8 万人。这个时代正在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发生变化，没有一份工作能够让你做到退休。
如果你只有单一的工资收入，当生活的风雨袭来时，你毫无抵抗的能力。别把自己锁在单一收入来源的牢笼里，利用业余时间做副业，做理财规划，进行保险配置或是投资创租，在拓展收入来源的同时，不断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。当命运的浪潮再次袭来时，你才能有反击之力。8. 有自己的导师。巴菲特曾表示导师格雷厄姆对他的影响，他说，我血液里流淌的 80% 是格雷厄姆的血。原来巴菲特年少时极为叛逆，逃学，偷东西，无所事事，是一个问题学生。而他命运的转折点，就是读到了格雷厄姆的经典之作《聪明的投资者》。他被书中的理论深深吸引，一改往日的不学无术，把精力都投入到理论研究中，并且通过实践赚到了第一桶金。他写信拜格雷厄姆为师，跟他学习价值投资理论。在老师的指引下，巴菲特成立了如今市值7000多亿的伯克希尔公司。从一个不被看好的坏学生到世界首富，命运的转折得益于导师的悉心教导。人生路上谁都有迷茫困惑的时候，良师的3两句指点便能帮你破除迷障，重新找到方向。9. 不从众。一个小镇中，一位商人开了一家加油站，生意特别好。第二个来了，开了一个餐厅。第三个开了一个超市，这片很快就繁华了。另一个小镇，一位商人开了一个加油站，生意特别好。第二个来了，开了第一个加油站。第三个、第四个恶性竞争，大家都没钱赚。美国作家罗伯特清崎在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一书中写道，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，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坚持自己的选择，而不盲目从众。走别人的路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，找准自己的方向，坚持深耕，才能在岁月的积累中悄悄拔尖。10. 举止礼貌。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女士在一个肉类加工厂工作。一天，当她完成工作走进冷库例行检查时，门意外被关上了。她在里面撕心裂肺地敲打呼喊，但没有人注意到她的消失。就在她濒临死亡的时候，冰库的门被保安打开了。后来她问保安，你当时怎么会去开冷库的门？这不是你的工作啊。保安说，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35年，每天有几百人进进出出，你是唯一一个早上跟我说早安，晚上跟我道别的人。那天下班时我没有等到你的再见，所以猜想你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。至此，女士才明白，正是她不经意间的问候，关键时刻拯救了自己。一声问候，一句谢谢，看似微小，背后却是一个人刻在骨子里的教养。习惯见教养，教养出人情。当你对别人谦谦有礼时，别人也会回你以微笑。11. 帮助其他人成功。2次世界大战后，战胜国决定在纽约成立联合国，但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资金买地。这时，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将自己名下870万美元的土地，以$1的价格出售给了联合国。当时的人都嘲笑他太傻，做了亏本买卖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如果世界各国想要在联合国周边建立常设机构，就必须从洛克菲勒手中购买联合国周边的地。稻盛和夫说，利己则生，利他则久。利他是一种高级的利己，帮助他人其实就是为自己铺路。那些你为别人搭的桥，都会无形中化作你的资产，你的运气。12. 每天花15至30分钟时间思考。日本北海道大学的进化生物研究小组曾做过一个蚂蚁实验，研究发现，大多数蚂蚁都很勤快，清理蚁穴，搬运食物，照顾幼蚁，忙个不停。然而，有少部分蚂蚁却很懒，整日在蚁群周围东张西望。有趣的是，当研究小组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时，那些勤快的蚂蚁立马乱成一团，懒蚂蚁们则不慌不忙，带领蚁群向新的食物源转移。这就是著名的懒蚂蚁效应。懒蚂蚁其实并非懒，只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思考和侦查上。没有思考的努力，再使劲也是白搭。没有方向的瞎忙，只会在原地打转。永远别用战术上的勤勉掩盖战略上的懒惰，摆脱劣质勤奋，养成深度思考的习惯，你的人生才能上一个台阶。13. 寻求反馈。
有人采访世界首富马斯克，问他人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他思索良久说，是纠正性的反馈回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工作中可以及时获得反馈，让自己不偏航的能力。他说，每个人都需要批评和反馈来指出不足，这是进步最快的方式之一。所谓闻过则喜，当你把外界的批评反馈都当作自己成长的养料时，便能不断精进。美国作家路易斯·海说，养习惯就是养命运，你拥有什么样的习惯，就拥有什么样的人生。当你养成了富有的习惯，所谓的好运、财富都会不请自来。